就在我即将放弃澳门公关生涯的时候，我的贵人出现了，教父。他给了我接手他在澳门客户资源的机会，同时也扔来一道难题：1周内吃透所有行业规则术语。当时我还是个新手公关，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中场客，对听理的玩法一窍不通。可教父给的全是听客资源，中场的积分算法、礼品兑换和听理的运作体系，我都得去了解。那一周，我像着了魔，白天追着老同事问个不停，晚上就拿着烟钻进吸烟室，递烟给爬仔跟货老，向他们继续讨教。就这样，我通过了教父给我的考核。考核过后，教父派给我的第一单，属于我的第一个客户，也如约而至，抵达了澳门。这一单是一名云南的玉石商人周总，赌石一刀穷一刀富的刺激早就满足不了他，如今澳门百家乐带来的那股直接快感才是他的心头好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这必定是个大单，倒不是因为周总的玉石生意多显赫，或者是他的资产有多丰厚，关键在教父的吩咐，他让我直接给周总订一间专属包房，在澳门能开包房娱乐的门槛至少是几百万起步，这个客户的出手绝不会低。当时我早早的就在澳门机场等着了，对我来说每一位客户都至关重要，更何况是周总这样能凭一己之力挽救我业绩，让我彻底站稳脚跟的客户，我必须让他刚落地澳门，第一眼见到的就是我。飞机如约而至，我顺利接到了第一位客户周总。他是个皮肤略黑的中年男人，却完全没有想象中那种高高在上的架子，待人十分随和。没多耽搁，我们很快坐上了公司安排的阿尔法轿车，启程返回酒店。果然不出教父所料，车子刚驶出机场没多久，周总就开口问我：小蔡，你们中场的积分和听你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心里一稳，当即胸有成竹的把两者的区别告知了周总。车子很快抵达了酒店，我连忙问周总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，他却摆了摆手，只说不用，甚至连回房间歇脚的念头都没有。他叫来服务员，吩咐他把行李直接送到房间，随后让我直接把他带到包房。显然周总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始了，而教父也早已提前把他的娱乐资金准备妥当，周总玩起来毫无顾忌。就这样，从下午5点到凌晨5点，我在包房里全程陪着周总，眼睁睁看着他桌上的资金像坐过山车，从几百万跌到几万，又猛地涨回几百万，来来回回拉扯不休。直到天快亮时，周总终于撑不住了，揉着眉心对我说：小蔡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也得回房休息了。这场持续了12个小时的战斗才终于悻悻落幕。出了包房，我头重脚轻地回到了出租房，赶紧把手机打开，还特意把音量调到最大，就怕周总或者教父找我。可实在熬了一通宵，太累，我倒头就睡，一直睡到下午7点，还是被周总的电话叫醒。他那头语气干脆，只说了一句：小蔡，回来准备继续开工。我睡意瞬间全无，抓起西装又冲出出租房，立马打了的士赶回包房里。就连晚饭我们也都是叫人送进包房里解决的。周总一边吃，手里的动作却没停，不停在摸牌。到晚上11点时，周总的台面已经去到了上千万，而我后台的业绩也在跟着飞速上涨。我知道我的试用期稳了。见势头正好，周总心情颇佳，直接吩咐我：小蔡，去订间 K 房，今晚咱们好好庆祝下。然而正是这次 K 房替我埋下了祸根。古人诚不欺我，福兮祸所依。这场热闹的庆祝刚过没多久，属于我的祸事就悄无声息地找上门了。